逆流而上。费可欣听了叶晨的话，心中更是吃惊。他实在无法理解叶晨为什么如此抗拒与他自己的外公相认。这时候费可欣接到电话，电话里的人说道：大小姐，万隆店的万店主到了，已经带人进去了。我知道了，费可欣应了一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万店主来了。正说着，两部电梯的指示灯闪烁了起来，片刻后两台梯门打开，万破军带着10余名万隆店将士冲了出来。见到叶晨，万破军带头拱手道：叶先生，属下来迟了。众将士也立刻拱手齐声说道：属下来迟了。叶晨淡然道：诸位来的已经很快了。万破军急忙问道：叶先生，现在情况如何了？需要属下做什么？叶晨开口道：有一个断了4肢的匪徒还活着，要把他带走，我还有话要问他，里面剩下的人都死了，你带人把尸体全部带走，妥善处理掉，再把现场血迹和弹痕清理干净。万破军表情一凛，连忙说道：那我们现在就着手处理。随后他立刻带人去了走廊。此时的走廊一片漆黑，但万破军毕竟是8星武者，实力非同一般，所以即便光线微弱，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他看到现场情形的时候，整个人惊得目瞪口呆。他也算是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但这么血腥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其他万隆店将士也是难掩惊骇，浓郁的血腥味道令每个人都有些生理不适。万破军第一个回过神来，冷声说道：准备好裹尸袋，把死了的都装起来。好，众人连连点头，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黑色加厚的裹尸袋，开始处理起尸体。随着一具具尸体被装进裹尸袋，万破军的内心愈发震惊。让他震惊的不是那些被叶晨斩断双腿服毒自杀的悍匪，而是那4名修为极高的武道高手。这4名武道高手一个个都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不夸张地说，每个人身上至少30-40个弹孔，从头到脚几乎没有一个部分完好。甚至万破军只能从他们残缺的尸体中看出他们的某条经脉是打通状态，但却无法确定他们是几星高手，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经脉都已经被子弹击碎。在所有尸体装入裹尸袋之后，万破军拽着为首那人的衣领，将也塞进了裹尸袋里，同时对其他人吩咐道：这个还没死，单独带走，叶先生还有其他用途。好，手下连忙点了点头，在这个裹尸袋上做了一个记号。万隆店这些将士的动作很快，几分钟的时间，将近30具尸体便全被装好。随后他们开始将这些裹尸袋通过电梯搬运下楼。由于他们在血泊之中站立太久，走出来的时候，在外面的地摊上留了大片血红色的脚印。费可欣眼见万隆店这些人一个个浑身是血的样子，身上还带着浓浓的血腥味道，不用看都能想到里面的情形究竟有多惨烈。万破军这时候来到叶晨面前，开口道：叶先生，尸体都装好了，马上安排先转运出纽约，然后安排人尽快运到公海上处理掉，至于还活着的那个，我就先送去别墅关起来。叶晨点了点头，好，辛苦诸位了。万破军开口问道：对了，叶先生，里面还有4个武道高手，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修为，怎么死得这么惨？叶晨淡淡道：一个6星武者，2个7星武者，1个8星武者。8星武者？万破军整个人瞠目结舌。要知道武者最高只有8星，对应的是武者的7经8脉，打通7经8脉的便是8星武者。而万破军现在也只是比8星武者
高了一个小境界而已。八星武者竟然会死得如此惨烈，这确实让万破军没有想到。叶晨见他表情惊诧，便问道，是不是没想到八星武者会死得这么惨，连天灵盖都被人打碎了？是，万破军无法理解地说道，不瞒您说叶先生，属下真想不出这4个人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惨。这么强的实力，寻常人应该很难近身才对，而且他们本就是保镖，防范意识应该很强，不该给对方靠近开枪的机会。叶晨冷声道，破军，这就是你骨子里身为一个武者的高傲，你总觉得武者很强，但你却没想过武者也有很多短板。说着，叶晨问他，如果20多人在这种无处可躲的走廊尽头忽然出现对你饱和射击，你觉得你能顶过几轮？万破军认真道，我觉得我应该会在他们出现之前先一步发现对方，毕竟他们不是八星武者，不可能隐藏气息与动作。叶晨又问，那如果对方趁着演出刚要开始，外面的音响里满是宇宙大战的爆炸轰鸣呢？你还能感知到对方的气息与动作吗？这个，万破军表情一凛，惭愧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做不到。叶晨又问他，如果20多人忽然出现，用威力强大的现代化枪械，几秒钟内打出600-700发子弹，你能挡得住吗？这，万破军表情更加惊骇，愣了半晌，才摇头说道，如果是几秒钟内打出600-700发子弹，我挡不住。叶晨开口道，不知道你看没看他们用的枪械细节，每一个人枪下插着的弹夹上还用胶带绑着一个反方向的弹夹，子弹打光之后只需要将弹夹拔出来，反着再插进去，2-3秒钟之后就又能再次打出600-700发子弹。这种火力，在这种躲无可躲的过道里，别说一个八星武者，就算是你这种明镜大圆满的武道高手，也根本招架不住。说到这，叶晨感慨道，这就像是非洲猎狗群体狩猎，招数虽然下三滥，但只要配合默契，就能在草原上无往不利，就算是百兽之王，他们也照杀不误。是，万破军后背一阵冰凉，开口道，属下一定会吸取教训。叶晨点了点头，说道，你心里有数就好，时间不早了，先让兄弟们抓紧时间把尸体弄走。遵命叶先生，万破军说着，又指着李亚林的尸体问叶晨，叶先生，这位李探长的尸体也一起带走处理掉吗？叶晨摇摇头，不，他还没死透。说罢，他又看向费可欣，开口道，费小姐，我之前听说过，好像美国这边有很多得了绝症的有钱人，在死之前会把自己冰冻起来，希望未来科技能够治好自己，有这回事吧？费可欣忙道，回叶先生，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基本上每个顶级富豪都有自己投资的冰冻中心，为的就是在穷尽一切现代医疗手段都无法延续生命之后，就把自己冰冻起来。这在富人圈里被称作未来冬眠计划，希望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被重新唤醒。说着，费可欣又道，冰冻中心利用液氮可以将人体温度维持在零下200度左右，但之前做过很多次生物实验，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现在的科技水平还不能将冰冻的生物唤醒，大家也都是把它当成最后的一点奢望。叶晨问他，这种冰冻中心费家也有吗？有的，费可欣点点头道，爷爷10年前就投资过一个，还在运转中。叶晨点点头，指着李亚林对费可欣说道，那你就安排一下，把他送过去冻上吧。